啊！快！参见大王，少废话，马上诊治。遵旨。大王，韩侍卫已送至太医府诊治，伤势甚重。夫人，告诉寡人，今日之事为何会出现在寡人的宫殿之上？厉夫人在击球时，为何会有那帮侍卫冲出？据臣所知，那些人是华阳宫的侍卫，入殿是为了护卫华阳祖太后。那名刺客呢？再调查他的来历。我大秦王宫戒备如此疏忽，竟容一个外人在寡人殿上行凶！大王息怒，臣一定彻查此事，再向大王复命。李忠，你认为厉夫人是有意刺杀寡人，你才出手的是吗？当时，你不必顾虑太多。你当知寡人重信于你，你只管说出你的想法。当时殿上确实是情况十分混乱，厉夫人忽然持剑冲向大王，臣确实以为她有意行刺，才出手阻止。然而现在回想起来，若不是厉夫人那一剑，大王或许现在已经被刺客刺伤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臣以为，虽然厉夫人善不用剑，若她真有心有意刺杀大王，她有很多时间，也有很多地点跟场合来刺杀，完全没有必要在今日众目睽睽之下，又是满殿内宫侍卫时，来刺杀大王。禀大王，厉夫人伤势并无大碍，只是要注意高热。你们都下去吧，厉夫人我要亲自照顾。诺。诺。大师兄，你放心，寡人一定会救活他。你好好休息，行吗？是我割舍不下的一道伤，可路漫长，心追逐它到远方，可谁将谁先忘？怎甘心我竟看不穿，空落泪被牵绊又无法释放，却怎奈何转身注定是苦谈，愿不奢求
人小圈，花落雨纷纷，不过是一个转身。丽儿，你醒了。你做噩梦了？寡人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在你枕边睡着了。丽儿，你知道寡人向来独寝，从不在别人身边入睡。我在洛阳的时候就已经听说过了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这是我的房间啊！这是你的房间。其实我不是很习惯跟别人一起睡。我也是。你感觉如何了？好像烧退了。我大师兄寒山侍卫，他怎么样了？韩侍卫流了很多血，寡人已命人替他好好诊治了。韩师兄为我挡了那一剑，想必肯定也是重伤。我得去看看。太医说你需要安心养伤。如果你现在再乱动，你之前的伤就会裂开。更何况，你现在去也帮不了什么忙。你放心，你好好休息。寡人带你去看他。其实，那日我不是又要刺杀你的。舞剑的时候，突然上方掉下一把真剑，然后我就发现那个刺客在你身后，我就冲了过去。但如果不是大师兄替我挡了一剑，估计现在我已经遍体鳞伤了。又或者，可能是难逃一死。这件事情，寡人一定会查清楚，不会让你白白受伤。其实，我觉得那天的事情疑点还是很多。如若有人想要构陷于我，将刺杀的罪名冠在我头上，那日在殿上的那名刺客又是谁？我觉得，好像并不是同一方安排的。我大秦与6国为敌，想杀寡人的人何其多，但是敢在寡人的寿宴时利用你的剑舞来陷害你，此人比刺客更为狠毒。大王，夫人，夫人，您终于醒了，但心思青儿了。把药给我。来。
你是寡人的妻子，你现在生病了，我照顾你，天经地义。来，那我自己来吧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。怎么？你觉得这药有毒啊？不是这个意思，要不让青儿来喂我。要是谁敢阻止寡人的差事，寡人就砍他的头。你要是再不吃，寡人就这样一颗一颗喂你。乖，吃呀。来。那6名侍卫关押在哪儿？臣欲传讯，但是人都到了华阳宫，受到祖太后阻拦。你说什么？华阳祖太后坚称那6名侍卫不受咸阳宫管辖，无故不得询问。我大秦疆土，如今连一个小小的华阳宫都占不得。好，寡人就要让祖太后明白，她宫中的侍卫，受不是寡人所管。大王，恕臣谏言，我大秦方出兵连魏公主，虽然不是什么伤筋动骨之战，若此时惹恼了华阳祖太后，楚国借口出兵再联合魏国，对我大秦形成南北夹击之势，形势有诸多不利，还请大王三思，以大局为重。此事可否日后再议？这些年来，我大秦让出让的还不够吗？倘若祖太后要借机煽动母国，正好给了寡人一个清理后宫的机会。李仲，臣在。即刻随寡人去华阳宫。诺。参见华阳祖太后。李大人免礼。谢祖太后。廷尉大人正事繁忙，今日能得大人来华阳宫一见，实属本宫之幸。这大秦王宫，谁人不知华阳祖太后在后宫位分最高？李斯乃一小官，能承蒙召见，实属李斯之幸。李大人谦让了，你我同为楚人，如今既都服膺大秦，理应相交互助，本是应该的。大人，这是祖太后从楚国寻回的大陆文玉赞。这可是出自楚国名将毕乌之手。李大人果然识货。玉质鲜艳欲滴，刀工遒劲不逊，的确是珍品中之珍品。这是送给廷尉大人的礼物。送给微臣。人说无功不受禄，如此大礼，李斯实不敢收。李大人不必如此提防，这玉赞是我与祖太后同赠，作为今后互相照应的见面礼。今后还望大人多多照应啊。既然如此，若是华阳祖太后所赐，李斯就恭敬不如从命，谢祖太后。
礼尚往来，李斯也得投桃报李。微臣有一消息，不知祖太后和夫人是否愿意一听？李大人确实有我们楚国人的爽快性格，还愿意闻。只可惜这个消息，并不是什么好消息。前些日子，有魏国来使来见大王，说是希望我大秦出兵伐楚，取回被楚国所侵吞的魏国旧地。这些陈年旧事，魏国也敢拿来说嘴？哼，本事不如人，便割土求和，这乃天经地义。现在说这个，不嫌丢脸吗？祖太后所言甚是。不过，据微臣所知，大王已经决定出兵相助。真有此事？李大人，有什么法子能阻止大王吗？臣威言轻，大王心意已决，军令早已派发各部，恐怕眼下大军已经在路上。事到如今，恐怕也只能请二位火速通知楚国朝廷父老，要他们及早做准备。启禀祖太后，方才宫中传令，大王率领卫尉和2队虎贲军直往华阳宫来，说是要捉拿宫中侍卫。什么？大王，现已过黄昏，你让卫尉带着1队虎贲军无端直闯哀家宫殿，有什么急事？寡人今日前来，并非无端擅闯。华阳宫之6名侍卫寿宴当日，藐视王权，当众扰乱寿宴，给寡人拿下！怒！等等！你们竟敢当着哀家的面逮本宫的侍卫，那就先杀了本宫再说。哀家倒要看看，大王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祖太后。要是大王以为我这老太婆兴风作浪、藐视王权，那就动手吧。既然祖太后不想让我审问宫中侍卫，留他们的命也就没什么意义。虎贲军听令，在，拿人！大王！等等！大王，请你刀下留人。夫人，你有伤在身，太医说你需要静养，为何擅自走动？大王，恕臣妾斗胆求情。这些侍卫当日都是为了要保护大王，所以才会误伤到臣妾。求大王网开一面，不要迁怒于他们。夫人可以容忍他们，但是寡人绝不能轻易放纵他们在寡人的地盘撒野。寿宴上的意外，本来就是设计好的圈套，他们利用寡人，陷你于不忠不义。寡人平生最痛恨别人利用我，此等卑鄙手段，寡人容他不得。大王，当日臣妾献舞，剑突然落在臣妾手中，所有人都以为臣妾就是刺客。这些侍卫尽职尽责，为了护卫大王，他们献了忠心，大王却悔以死罪。无论真相是如何的，都会被蒙蔽。难道这就是大王想要的结果吗？好。华阳宫之6位侍卫听令，在。你们侵犯宫殿，触犯宫规，念在你们本心是出于保护寡人，免去咸阳宫一职，发配充军。谢大王。
这回可好了，倒让那个妖女占了上风。她倒是在大王面前演一出好戏，分明就是想借此机会虚情假意地讨好祖太后，气死我了！夫人有没有想过，那日的刺客会不会是丽夫人自个儿安排的，然后在当下灭了口？本宫怎么没有想过有这种可能？如今这刺客也是死无对证了，好厉害的一招！这样一来，让大王对丽夫人的忠心深信不疑；二来，丽夫人也想断了祖太后要整她的心思；三来，让宫里的妃嫔和宫人们都知道她文武双全，对她刮目相看。哼，肯定是这样的。那个贱人！到！参见祖太后。免礼。先坐下吧。谢祖太后。上茶。丽夫人，你尝尝哀家给你准备的云梦菊滋味如何？谢祖太后。回祖太后的话，孙喜早就听闻大楚的云梦菊鲜美多汁，今日有幸尝到，确实是淮北枳赶不上的。但这淮北枳模样朴实，表皮如何，内在也是如何，不像有些云梦菊，虽然外观甚美，但却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内。不知这是否和南楚的风土人情有些相似呢？丽夫人真是好品味呀，连南橘北枳也能说出个道理来。只可惜呀，纵使大楚的云梦菊依然美味，但是这仗要一直打下去，也不知母国今年的收成如何。果然，祖太后就是因为此事，邀寡人赴宴。楚夫人，请放心。就在前几日，寡人已命河东、南阳等4郡撤军。魏楚争地之事，寡人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是吗？看来，大王还是念在秦楚交好。寡人并不是因为这个缘由。前几日，寡人正在为楚魏军情操心，烦忧之时，厉夫人向寡人进言：破楚，以肥韩魏。这倒是给我大秦一个很好的退兵理由。而且今年初春，我大秦少雨多旱，寡人正愁着粮草匮乏的问题，没想到撤军令一出，楚国反而主动提供粮草，向秦示好。你们说，丽儿是不是立了一个大功啊？啊，厉夫人却是见秦自楚，退兵有功。然自商周以降，女非过涉朝政，多为祸国殃民的忧患，过犹不及，还望大王明察。祖太后记不记得，寡人曾经说过，想要一位如商王后的奇女子为后吗？哀家记得。厉夫人文武兼备，眼界过人，因此，寡人想立她为后。大王说什么？立后之事非同小可。当今6国齐楚仍强，若能立楚女为后，秦楚交好，将来秦国少一个后患，
方能顺利推展一统霸业。正因为齐楚仍强，秦宫之内6国嫔妃皆有。立后之事，若是只袒于某国，对我大秦不利，后患无穷。倒不如庶民之女，无亲无戚，更没有亲政之忧。大王，臣妾只是一介民女，与6国并无利害。然大王执意要立我为后，于秦并非有利。再说，如若当上王后，必然要管理后宫嫔妃，还得行一些典礼和祭仪。我觉得我实在是做不来。不要紧，祖太后不同意，寡人不是没想到。寡人倒是想了一个法子。什么法子啊？为了确保丽夫人不输给其他嫔妃，下次出征，寡人将带上她一起。若是得胜，任何人不允许阻止寡人立她为后。大王，战场上刀枪无情，李夫人乃后宫之妃嫔，竟随大王出征，这事要传了出去，哀家忧心呐，会辱没了我大秦颜面。正因为丽夫人是后宫妃嫔，却拥有江湖女侠的身手与胆识，这事儿要传了出去，天下人肯定以为我大秦人人习武，国之强盛，岂不是一件好事？大王，恕臣妾直言，后宫嫔妃这么多，为什么大王只带丽夫人一个人？若儿，要是你也想陪寡人去，寡人赐你一副盔甲，一匹战马，一把利剑，你也随寡人一起出征，如何？大王，刚才你可威风了，居然那样子对祖太后说话，青儿都捏了一把汗。青儿呢，就是心疼我们夫人。是吗？嗯。青儿今天说话颇为中听，寡人要好好赏你。谢大王。大王，为何立后和出军之事，你要如此莽撞呢？寡人哪里莽撞了？寡人是考虑良久之后才做的决定。我对王后之位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大王难道全然看不出来吗？这是众嫔妃都想要的位分，为何你却不要？寡人若立你为后，祖太后和楚夫人都不敢刁难你。我若被立为王后，天明肯定会被推到立储的风口浪尖，到时便会有人以此为借口来残害我们母子俩。这么糟糕的位分，我真的是一点都不想要。至于出征，大王从来都没跟我商议过，就直接向祖太后宣告，我凭什么要陪你出征？等等，寡人有礼物要送给你。来，这就是大王要送给我的礼物。怎么了？不喜欢？挺好吃的。啊，吃点。大王果然没把我的话听进去。方才我才跟祖太后他们说云梦菊和淮北枳的区别，大王就给我送了这么一个礼物。立王后之事还有出征之事都不跟我商量，大王这是存心要跟我作对吗？既然夫人不喜欢，那就不要了。大王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你一定会喜欢。这又是什么？
我爷爷的短剑。它本来就是属于你的，如今物归原主，你以后可以带着它防身。大王，将此剑还给我，是全然已经信任我的意思吗？当然。怎么了？不想要啊？不想要，寡人拿回来了。我要，这是我的。那有了这把短剑，夫人是不是可以和寡人出征了？那大王让我考虑考虑吧。还考虑？来，你把剑还给我。大王，你作为一国之君，怎么可以说话出尔反尔呢？那可不管，这是大秦，我说了算。快，陪寡人出征。霸道。不出征的话，那你帮寡人生孩子怎么样？我才不要呢！放手！你快放手啊！你不放，我就拿剑刺你了。你舍不得。寒参进殿。侍卫寒参参见大王、丽夫人。韩侍卫有伤在身，不必拘礼。谢大王。宣召。诺。顺天应时，大王诏曰：内宫侍卫韩参英勇尽忠，护主有功，特晋升为中侍卫，直属卫尉李仲之下，钦此。谢大王恩典。韩侍卫。念在你护卫丽夫人有功，你们又有兄妹之情，寡人特许你与丽夫人另行叙会，尽可畅所欲言。谢大王厚恩。都跟你师兄见上面了，是不是要陪寡人出征啊？大师兄，我听郑太医说，那天你受的伤颇重，幸好没有伤到经脉，不然，如果你从此武功废尽，叫我如何心安？师妹若是受伤，才让我真的无法心安。丽儿，经过这次意外，想必你也看到了这宫中的险恶。从朝臣到宫人，他们表面臣服于秦国，实质上个个都在为自己考虑。所以丽儿，无论何时何地，你都要处处小心。你要知道，任何人都有可能随意牺牲你，嬴政也不例外。嬴政在确定秦国可以统一天下之前，无论是在朝堂之上，
还是在后宫，都会维持着势力的平衡状态。他不立楚夫人和闵夫人为后，而独独专宠于你，看似中立，实际却符合政治考量的做法。其实一开始的时候，我特别希望他死，但是后来，我也不知怎的，那天我竟然冲到殿上去救他。说真的，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真心想要救他，还是在想，如果他有个什么万一，那天明会怎么样？天明在宫外，其实比在宫内安全。就算嬴政死了，我也会帮你把天明找回来。大师兄，你还记得爷爷送我的那把短剑吗？当然记得。那把短剑在我入宫时被卫尉大人给收走了，但是今日嬴政又把那把短剑还给我了。嬴政其实一直都在被人利用，被人摆布，他一直都非常想找一个他可以真正信任的人。丽儿，你不会是喜欢上嬴政了吧？我只是觉得，嬴政他不是一个那么有心机的人。李仲，寡人是不是过于放纵丽夫人？大王心宽，深知丽夫人重情，成全他们兄妹相聚，也算是美事一桩。日后，丽夫人应当对大王更为心服。是啊，只有给她自由，才能让她心服。寡人之所以可以如此心狠手辣，那是因为寡人没有包袱，没有在意的人或事。但是如今不同，寡人有利基，这将会是寡人唯一的弱点。大王，因为这个弱点，大王就无法回到从前那样了吗？我是大秦的王，若是寡人有弱点，那便说明我大秦也有弱点。寡人不希望被人抓住弱点。但是，寡人就是控制不住要往他那儿走过去的欲望。这天下应当不存在没有弱点的人。若一个人没有弱点，就没有在意的人和物。大王心系大秦，即便面对丽夫人难以割舍，也要将江山社稷放在美人之前。微臣十分理解。大人，如今丽夫人那儿是越来越得势了，这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呢？依据现在的局势和搜集到的信报来看，虽然丽夫人这回促成了大王对楚撤军，但她未必就是站在了楚国那一边。由此而论，虽非我们的敌人，亦非我们的朋友，暂且可以不必处置。不过，丽夫人那里，你还要派人盯着，一有动静，随时回报。是，这个奴才知道。你这是做什么？你认为我在做什么？好大的胆子！你小小一个内宫侍卫，竟敢挡我们夫人的路，你眼睛瞎了吗？我眼睛没瞎，倒是楚夫人，你的眼睛是不是不太好？哼，我眼睛好得很，你到底在这儿胡扯些什么？
是吗？厉夫人是我师妹，我奉大王之命留在宫中保护她的安危。然而楚夫人你三番两次的对厉夫人找事，你可以不怕厉夫人，但是你欺负我师妹，就是公然和我作对。所以我说你的眼睛有问题。你说什么？韩侍卫，你竟敢恐吓我们夫人？没错，我就是在恐吓你们。你们可以尽管去找华阳祖太后告状。大王要兼顾秦楚和谐，我可没什么要顾忌的。所以你给我听好，你要是再敢动我师妹，我韩神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哎，你，喂，夫人，她实在是太过分了，仗着有大王和厉夫人撑腰，竟敢光天化日之下当着夫人您撒泼。师傅，飞鸽传书。先下去。是。看师傅的表情，看来是有好事了。不错。我们在豫州的弟子回报，发现荆轲的下落，他身边还有一个女的，叫兰儿，他们俩即将前往嵩山。师傅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这个兰儿我应该见过。哦，她是葛聂的女儿。葛聂的女儿？目前看来，那自命清高的葛聂未必搅和在这里头。速速吩咐下去，宝爷，你带人去一趟嵩山。师傅要我去嵩山？我们想要的东西，应该就在那里。两位乡亲，请问一下，这条路再往前走就是嵩山了吗？对啊，姑娘，你要去嵩山做什么呀？有点事儿要办。我见你们二位斯文儒雅，并不像是狩猎之人，可要当心呐。当心什么呀？好多人说这山里边有猛兽，有好多人就好奇去猎猛兽，结果呀，有去无回。我们走吧。啊。有猛兽。走。大王，真的要让厉夫人一块去吗？君无戏言。更何况，你还在担心一个曾经打败你的高手吗？大王既然已经同意让我出征，那可不许反悔。夫人放心吧，不想让你去的是蒙武，又不是寡人。若是你的军功再胜他一筹，可能连大将军的职位也要让给你了。大王既然说要出征，那到底要去哪里？夫人可听说过一人，名为韩非？韩非，是溯源道家之术，著有《孤愤》和《五度》的韩非先生吗？我曾经听我爷爷提起过他。公孙将军提起过他。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韩非先生才名卓著，是一个非常有才华之人，只是患有口吃的毛病。更何况韩国的君臣皆为平庸之辈，所以韩非先生的经世之才并未得到重用。太好了，与寡人听闻的相同。大王此话为何意？辞回征韩，寡人要将韩非先生迎到我大秦来。公孙将军，请。诗经有云：“松高为岳，峻极于天。”
至殷商时，此山更被封为崇山，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山里有猛兽啊。依我看，这猛兽之说，只是一般百姓不懂天地异象，捕风捉影，胡乱臆测罢了，不必放在心上。反正就算遇到猛兽，我们俩是习武之人，也不害怕。傻。这边。小心啊。跟上。虽说诗里提到，这剑谱应该是在嵩山，可是嵩山这么大，到底去哪儿找啊？我想先找一个高处观察一下地势，然后再与师傅的诗对证，看看能有什么发现。奇怪，我们一路跟着那2个家伙，怎么突然就不见了？你们也真是蠢。这边地势空旷，无论他们往哪个方向，都不可能消失在我们眼前，除非他们察觉到了我们的跟踪，躲起来了。躲起来了？无妨。这边树木岩石不多，躲的地方也不多。接着找。是。大王，我们已过了伊水，到南梁尚有半日的路程。臣建议让兄弟们再休整一日。就这么办。大王，他们来了。疾风剑参见大王，蟒鳖林参见大王。2位高手辛苦了。这位是厉夫人，此回随寡人一起出征。哎，白天那个濮阳统帅真厉害呀！嗨，再厉害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被咱们秦国4大高手那个风林火山杀了，死的那个惨呐！风林火山，不是，走开！住手！你们2个还不快滚！你难道非要杀了他们才肯罢手吗？是啊，我是要杀了他们2个，他们是杀我爷爷的仇人。你心疼2个高手是吗？我不是心疼他们，我担心你受伤。是谁说要带他来的？大王。你让他们2个家伙给我滚得远远的，要是胆敢出现在厉夫人面前，寡人要他们的命。诺。宝爷，师傅。你们的事情都做得怎么样了？禀师傅，徒儿跟着荆轲上山，却在此失去他的踪迹。徒儿推断，他们是躲藏起来了。躲藏？这地势空旷，视野辽阔，有什么地方可以躲藏？好了，别胡猜乱想了，
这里躲不了人，你们都散开来，全面搜索。是。走。哼，金献之，别躲了，出来吧。金献之，许久不见。适才你刚到现场，便将弟子支开，我便知道你已经发现我们了。哦，却佯装不知，将弟子遣散，意在独吞剑谱，不想和弟子分一杯羹，是吧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士别3日，刮目相看，看来老夫是有些小看你了。夏侯先生过奖了。你的这些狡猾心计，晚辈不足1/10。哼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走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为师不是命你去别处找吗？我……你知不知道你毁了为师的大事？师父且慢，你又敢违抗师命，私自返回，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弟子自知坏了师父夺剑谱的大计，再多苦劳也弥补不了这次过失。恳请师父再给徒儿最后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抓到荆轲，将剑谱交给师父。好。追踪荆轲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。事成之后，为师不会亏待你。不过，你要是再耍什么小阴小谋，为师这次绝不轻饶你。是，师父。哼！还在气白天的事啊？何止是气，是恨，是不甘。我恨我自己没有能力去打倒那2个坏蛋。不甘的是，我居然认贼作父，身在敌营，身不由己。你怪我？当年又不是寡人派人去打濮阳的。那有分别吗？行，都是大秦的错。要不然这样，寡人现在就下令，叫蒙武去把那2大坏蛋抓来，把他们扔到伊水河里，血流成河，怎么样？解气吗？当然不行了，这样我爷爷不是要被全江湖的人笑话吗？我爷爷当初是被那4大高手围攻致死，现在又要秦王去处死他们，天下人若知道的话，岂不是要说我公孙丽是妖妇啊？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这样好了，你现在不是拿回你的短剑了吗？来，你砍我，消消气。不过你真想啊，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狠啊？谋害亲夫的事情，你是不是天天都在想？
别生气了，寡人带你去看一样好东西。走。你看，寡人下一步就要征服赵、韩，待取两国之后，便可一步北进，占据边疆。寡人要沿着这条边疆修建长城，如此一来，天下的百姓就不用受外族侵略之苦了。怎么？你不赞同？无论是多么宏伟的一统大业，必定是兵凶战危。只要是有战事的地方，一定是生灵涂炭，百姓受苦。对于天下百姓来说，长痛不如短痛。若以我眼下大秦压倒性的势力，统一6国，便能以最小的牺牲，换取最大的和平。寡人就算要背上千古罪名，也绝不后悔。这天下战事不休，就会有更多无辜百姓的性命搭进去。我是不是太过急躁了？一统天下，乃千古未有之事。大秦哪怕有再多胜算，天下情势难料，仍是步步维艰。大王有所省察，没有急于求成，筹谋之后，出兵东征，这是对的。你知道寡人不是说的这个。报！禀大王，怎么了？厉夫人的刑杖已经准备好了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诺。帐外不安全。要不然，你就睡寡人这儿吧。我从小随爷爷寻访各地，哪怕是靠着一棵大树都能睡着，这点就不必大王操心了。外面有蛇，不安全。我不怕蛇。那还有老虎呢，大熊怎么办？怕不怕？老虎有大王可怕吗？不许走，寡人不许你离开。你要胆敢再往前走一步，我绝不轻饶。行了，我累了，我不走了。大王松手吧。大王，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你刚刚还说留下来住的，哎，你铺什么床？我那床那么大，足够2个人睡了。你看你这个床，小的，你看，我一个人就已经占满了，我一个人睡就够了。所以说这是我一个人要睡的床铺，那儿才是大王你要睡的床铺。那你要这么着的话，我可能就睡不着了。那我就在这儿看着你睡吧。那大王你随意吧，我先睡了。不是，你能睡着吗？哎，
睡了。